大家好，本期的视频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Costco 的牛肉，以及用最近打折的牛肉所做出来的美食。牛肉的各个部位、质地、口感以及营养成分都有所不同，但只要烹饪方法得当，每一个部位都非常美味。本期视频要讲的就是 Costco 经常打折的这个板腱牛肉。Costco 的牛肉它是3A 等级，为加拿大分级牛肉当中等级最高的。英文直译为牛刀肉，它是位于牛肩胛肉的前部，靠近脊椎的一侧。这块肉呢，它肉质比较细腻，还含有适当的脂肪，可以用烤箱来烤制，但是我觉得它更加适合用来做炖牛肉。我买的这2块上面大理石纹理的牛油花，看着就很诱人。这个板腱牛肉我在炖之前会拿清水泡半个小时左右，这样可以清除牛肉上面的血水，而且炖牛肉千万不能焯水。然后再将上面大片的牛油去掉。牛油我通常会留着，在做牛肉面的时候会用它来爆香配菜。炖牛肉用电压力锅来做，又快又省时。将用清水泡过的板腱牛肉放入电压力锅的内胆中，首先要放1大勺的伍斯特酱，这个酱也被称为辣酱油，它的味道酸甜并带着微辣。炖肉加一点这个酱汁，能够激发出肉的香味儿。再加入1/4杯的酱油以及适量的料酒。我所用的调料量都是根据1500克的牛肉量来的。然后我会加入半杯的这个油炸红葱头，如果没有也可以用 Costco 的洋葱粉代替。这个洋葱粉1大罐600克，可以吃很久。这个调料是除去牛肉腥味的关键。再加入适量的八角、陈皮以及香叶片，1小勺的海盐，然后就加水没过牛肉，盖上盖子就可以炖制了。在开始设置时间之前，一定要确认压力阀处在压力状态。炖这个板腱牛肉我会设置80分钟，这样炖出来的牛肉才会完全的入味儿。就是选用手动挡，然后选择时间即可。烹饪完成之后可以手动排气儿，就是用手指来回拨动排气阀几次即可。如果不急的话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排气完成。等压力指示阀完全落下之后，再打开锅盖。Instant Pot 的这个电压力锅两侧的把手还可以放置锅盖，很不起眼的设计，但是却非常贴心。炖好的牛肉一开锅就已经满屋飘香了。这种板腱牛肉它纹理清楚的结缔组织以及丰富的筋膜最适合炖煮了。经过电压力锅这80分钟的慢火炖煮，它里面的筋膜和牛油都已经溶解，再综合所加入的调料，牛肉更加的鲜美嫩滑入味儿。尤其是中间夹杂着牛筋的这样一块，简直是入口即化。炖好的这个板腱牛肉根本不用刀切，用刀叉轻轻一碰就散开了。炖好的牛肉直接这样吃会有点腻，用它来做牛肉面最适合了。我以前做牛肉面都是一锅一个口味的，后来看到美国一位博主的视频，学会了先炒料，然后可以做出不同口味的牛肉面。先配料准备一个牛肉面的汤，先将胡萝卜切片，然后放入1大杯炖牛肉的汤，再加入1大杯的清水。炖牛肉的汤最好过滤一下，这样的汤料更加的清淡一些。给家中的小朋友炒一个西红柿底料的牛肉面，我用的是康巴赫炒锅，先将西红柿加一点葱花翻炒，然后加一点的牛肉汤，继续翻炒至软烂，然后加入已经煮好的乌冬面，再按自己的口味加一点的糖和胡椒粉调味儿。快出锅时，将切碎的牛肉块倒入，稍稍翻炒几下，只要牛肉不冷就可以出锅了。喜欢吃干面的这样吃就可以，但是我们家还都是喜欢汤面，会把已经加热好的牛肉汤淋在上面。再将切碎的香菜以及葱花撒上一点，
这样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，在饭店也吃不到这么香的。大人吃我就会炒一个麻辣的底料，这次用了 Costco 的这个海鲜菇。这个海鲜菇是有机的，很新鲜，味道也非常鲜美，可以搭配任何的食材。也是用康巴赫炒锅，先将1大勺的蒜炒香，然后加入2个小米辣以及1块火锅底料。炒出香味后，就将已经清洗好的海鲜菇放入。炒至断生之后，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加入不同的面。麻辣口味的，我喜欢用 Costco 的这个阿舍宽面。这个面不用煮时间太长，水开之后煮2分钟即可。将面倒入一起和底料翻炒，让面完全的入味即可。然后就把切好的牛肉也一起放入，稍温热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撒上满满1把的香菜碎。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再多加点牛肉，然后将煮好的牛肉汤淋在上面。这样的一碗麻辣牛肉面，里面的牛肉香嫩润滑，肥瘦相间，搭配的刚刚好，再配着筋道的面条，口感细腻丰富，吃一碗实在是太满足了。好，本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希望您能够喜欢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